铁不见了。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崖底搜尸那次，后来就渺无音讯了。对，兄弟们搜好几天了，人还是没找到。哎，你见不见朱一铁？没有啊。啊！继续给我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堂堂神不营的捕快，都能失踪了，传出去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是。大哥，你找我啊？有任务给你。打扫院子是吧？行，帮我穿上。不是，我想再当一次夜煞。夜煞？我不同意。封尸案之后，虽然没能证明你清白，可神捕营跟安真营都认为你死了，所以你暂时是安全的。可你……我的安全不重要。如果3年前背向血泪案是叶帅对几位高官的复仇，那活着的沈大人一定知道当年海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沈大人致仕回家，从此便杳无音讯。安真营，可是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们都知道你是夜煞，万一发现你，就会有不尽的危险冲你而来。对啊，你身上还有寒毒呢。就是因为我身上有寒毒，我才要这么做。师妹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唉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父亲，以我对萧北明的了解，还是很难相信夜煞一案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关键是如何向陛下回禀。首座，公子，夜煞他又现身了，是神府的家丁发现的，立刻汇报给了安真营。可留下什么线索？来无影去无踪，未曾有任何线索。神府可有伤亡？暂无伤亡。李龙，你带着人立刻赶往春雨镇。是。等等，父亲，一方有杀？炸不炸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到了春雨镇之后，火速将沈大人带入房所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主公，朱一铁叛变，他死有余辜，只可惜没有死在我们手上。为情所困，不过他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，就怕他在死前说出了什么。尽管说，让他把他知道的都说了最好。他萧北明非要看看真相，那我们就引着他，让他看到真相，让整个大齐都看到真相。成败存亡祸福，古今之道。然后，知柄要直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乃军人难面之术也。臣沈弼拜见陛下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你可安好啊？谢陛下，臣毫发无损。先生，先生，外面有一个骑马的人来找你。安真营李龙见过沈大人。沈大人，在下有要事相告。老夫早已致仕，没了官职，如今就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。委屈沈大人，在这房所中多住几日。就在这儿啊？哎，一个夜煞这么多年了都没抓住啊！我都已经躲在这乡野山间了，如今还要像囚犯一样被关在这儿啊！岂有此理！你们几个守在这里，一定要护好沈大人的安全。天杀的萧北明还真是狡猾。
父亲莫急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定会亲手抓到他。只是有一事，儿子还是不解。此次他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怎么了？糟了，我得亲自去趟春雨镇。公子，沈大人可安好？在房所内，一切安好。沈大人，跟着安真营的人来到了春雨镇，在一个有很多小孩的地方找到了沈大人。那是学堂啊，对，就是学堂。后来他们把沈大人带到了一个小房子里，那个房子周围都是山体。那是房所。大哥，我本来打算回来跟你复命的，但谁知道诸葛孔云进去了呀？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劲。你们猜，后来发生什么了？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讲。后来呢？沈大人怎么样了？死了。当年是谁向朕保证的？说只要沈大人治世，藏于乡野，便可保他平安无事。你们就是这么给朕保护的吗？陛下，是微臣失职，臣罪该万死。陛下，臣得知夜叉现身的消息，已经火速派人将沈大人转移到房所之中，房所戒备森严，没想到还是让夜叉得手了。沈大人是怎么死的？大哥，我很听你的话，我既没靠近也没出声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收买了一个护卫，这个护卫告诉我，沈大人是被毒死的，在吃的糕点里面验出了毒。你们安真营犯下如此之大错，让朕痛失一位爱卿。诸葛孔云，你要糊弄朕到什么时候啊？臣不敢。微臣仔细调查了房所每个房间，最终臣发现是在沈大人吃的糕点之中测出了剧毒。绝心火。杀掉沈大人是我们放出去的假消息，现在朱一铁已死，死前还交代在风波湖上杀掉了夜煞。那到底是谁杀了沈大人？是朱一铁撒谎了，夜煞根本没死，还是夜煞另有其人？我就是海牙人，海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海牙的孤儿。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鬼，一切皆是人为。有时候人做起恶来，比鬼更可怕。朱一铁曾经说过，只要海牙还有一个幸存者，夜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。童双能够跟着安真营找到沈大人，其他人也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哥，沈大人不会是我害死的吧？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思虑不够周全。我们原打算投石问路，借安真营的手保护沈大人，然后再借机见他。没想到夜煞居然将计就计。那是房所有了外贼，还是有人被收买了？一开始臣也是这么推断的，但仵作查验其他的糕点都没有再验出毒，而且房所对食物层层把关，经手数人想全部收买几乎不可能。臣也审问了查验食物的所有人员，排除了是下毒的可能。哎，你不用跟朕说的那么头头是道。朕问你，糕点里是如何会被下毒的？不对，你是亲眼所见沈大人被护送进了房所，那时候他是没事的，对吗？是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人好好的呀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只要进入房所就不会有安全问题。那毒是如何下的呢？
会不会像3年前的碑相流血案一样，凶手买通了里面的人下的毒？房所内的所有食物都会层层把关，每一道都有银针验毒。如果想要潜入房所下毒，就得买通每一个验毒之人，几乎不可能。我再出去查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陛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确实是在沈大人服用的糕点之中验出了毒，可那毒是沈大人自己下的。你是说沈大人自己给自己下的毒？荒唐！好了。你能不能轻点？你慢点吃会死啊！你吃那么着急，等会儿把油脂吃进肚子里，闹肚子的就是你。沈大人中的毒不在那糕点之中，不在糕点里，那在哪儿？是啊，这不成了眼泪流眉毛上，不合理吗？那怎么中的毒呢？童双，沈大人进房所时有没有带行李？带了一个行李，应该是换洗衣物吧。那毒就在行李之中。3年前叶煞杀死诸位大人，就是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上下的手。陛下，沈大人并非自己毒死自己，而是叶煞利用了一个他不易被人察觉的习惯。什么习惯？3年前我护沈大人安全时，曾躲在他书房外偷偷观察过。沈大人有个小习惯。臣去探查了沈大人的讲堂，发现沈大人看书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习惯。沈大人素来爱书，书不离手。他看书时喜欢用手沾唾液翻书，叶煞只需要在他的书上下毒。臣找沈大人的学生验证了此事，沈大人看书时确实有手沾唾液翻书的习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的行李中除了衣物，应该还有书籍。在沈大人随身携带的书籍中验出了毒，那糕点上的毒，不过是沈大人间接填书后，又拿起糕点沾染到糕点之上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叶煞这个贼人竟然如此的狡猾。叶煞虽然狡猾，但确实也是臣的失职。那些书是沈大人自己带来的，房所护卫认为只是些书，所以就没有查验，才让这叶煞有了可乘之机。是臣办事不力。行，别说了，3年了，朕痛失多位爱臣，此案交由你们暗侦营，3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进展。把你们2人革职下狱，都是轻的。是我的失责，害死了沈大人，也是我的过失，牵累了暗侦营。大哥，那对父子一直把你当成叶煞，四处追捕你，让他们吃点苦也好。暗侦营的目的和我们是一致的，只是错把我当成了叶煞。父亲，玉儿，留给咱们父子的时间不多了。朕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但是这一次要立个期限。看什么看？不敢说话了。3个月，3个月之内，3个月，3个月，叶煞都杀进宫来了。1个月，陛下，1月之内，暗侦营定当将叶煞绳之以法。如若办不到，臣愿意以死谢罪。1个月，多1天都不行。依靠这些书籍，何有找到叶煞的希望？沈大人的书籍放于讲堂案桌之上，能接触到的人太多了。再说讲堂是个空旷的地方，就算有人潜入下毒，也无从查起。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父亲，我想查一下碑相流血案4位大人的履历文书。查这些干什么？我一直都以为叶煞3年前作案只是为了装神弄鬼，引起朝堂内外的恐慌，所以才选择了琅华阁中立碑相的4位大人动手。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叶煞仍对沈大人痛下杀手。
让我不得不怀疑，叶煞对这4位大人有不得不杀的动机。这4位大人之间必有关联。大齐官员的履历文书都存在天书阁，你持此令牌，可进入调查。你让我去找他，跟他一起查案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海牙出事是哪一年吗？宁泰36年。苗杰曾经说过，师傅很惧怕当年之事被人知晓。如果那件事指的是海牙覆灭，那一年应该就是宁泰36年。苗杰既然说出此事，说明也是此事的知情人，所以要查一下师傅和苗杰的履历文书，看看在那一年他们所在何处，所做何事，应该能有线索。可是所有官员的履历文书都在天书阁，沈不赢现在没有大案权势，按照大齐律，无权进入天书阁调阅文书。所以你才让我去找诸葛孔元。但是他生性多疑，他怎么会帮我？钓鱼，当然要用饵料了。公子，你一夜未睡啊？哎，这4位大人的履历，属下翻来覆去已经看了数次了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只能看出这4位大人为国为民，披肝沥胆。属下实在搞不明白，萧北明为什么要对这4位大人下手啊？公子，咱们是不是查错方向了？不，我们查对了。这文书，公子是看出什么来了吗？议事处，问题就出在议事处。宁泰36年是先皇驾崩，陛下登基那一年。当时先皇病重，已无力上朝，于是临时抽调了几位各部当差的官员，帮着先皇处理政务。当时几位大人值守的偏殿便称为议事处。宁泰36年，今年是兴文22年。就算4位大人同在议事处共事过，这都过去20多年了，难道萧北明就因为这个杀他们？萧北明那时候还不记事儿呢。除了碑相，这是目前我们能查到这4位大人唯一的关联。议事处确实不是杀人的理由，所以我在想，这4位大人当时有没有一起做过什么，留下了什么祸端？可是这文书上什么也没有记载啊。正是因为没有记载，所以才更加可疑。宁泰36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公子，外面有人求见。是谁？是沈不影的中选办。从小到大，钟捕快可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。这次来，是有什么要事吧？你不是一直都想跟我合作吗？
你想通了？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？沈大人是不是死了？你消息灵通，我倒是不意外。3年前死了7位高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爹。前不久冯氏案又死了7个，再加上沈大人，总共有15人惨遭夜煞毒手。和这些人命比起来，沈捕营跟安贞营的过节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只要夜煞能早一天落网，所有人就能早一天解脱。我是恨夜煞，但也并非是非不分。钟捕快能这样想，真是令人敬佩啊。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沈大人惨死，陛下雷霆震怒，限安贞营1月之内破获此案，捉拿夜煞。此时有你助力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只是我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我毫无头绪啊。我倒是有一个线索，说来听听。说给你听。首先你要答应我跟你一同查案。那也要看这个线索有没有用。若是没用的，诸葛孔云，若不是为了早日抓到夜煞，我绝不会来见你。如今我已经犯了沈捕营大忌，你却还在跟我耍心机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便就此别过。且慢。点火就炸。查案需要什么？冷静啊！你这个脾气，你就不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说。如果我抓到夜煞萧北明，你不可行私刑，要交由我安贞营处置，如何？行。心不静，你是赢不了的。是因为审毙沈大人。沈大人因我而死，我却毫无头绪。所以你兵行险招，让雪曼去找了诸葛孔云。公义是手机，手艺是公策，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一步活棋。可诸葛孔云是不会甘心做棋子的，若有一丝疏漏，他就会跳出这棋盘，到时候你无法收场。多子。师父，那些海牙孤儿跟您有关系吗？你说萧北明曾在风波湖案前和钟捕王大吵？没错，吵得很激烈。但具体争吵内容我没有听到，只是隐约听到了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宁泰36年。这代表什么？宁泰36年，我还没出生，我也不知道代表什么。但是他们争吵提到这个年份，一定有问题。我在想，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会不会跟夜煞杀死我爹有什么关系？宁泰36年，钟捕王在哪里任职？我爹以前说过，进沈捕营之前他当过兵，但是具体在哪支军队任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找你，想查一下我爹的履历。两位大人，这是你们要的卷宗。且
会这样。两位大人，有什么问题需要卑职帮忙吗？这文书怎么会被人动了手脚？两位大人慎言，这可不敢乱讲。你自己看，中捕王宁泰36年以及之前所有的履历都被撕掉了。这卑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像中捕王这种品级的官员，他们的文书每一年都是陛下和内阁亲自审阅后才可以入卷封卷的，别说是被撕掉，就是调阅也需要大人拿着调令才行啊！那你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？除非入卷前就已经被撕掉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敢，大人恕罪。下去了。是。他的意思，难道是说陛下？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虽然中捕王的履历被撕掉了，但宁泰36年之后，他确实从兵部转到了刑部。那我们就查一下兵部的文书。既然中捕王曾经入伍，就一定有同袍可循。看看宁泰36年有哪些将军曾和中捕王同期为伍。大哥，都等这么久了，钟捕快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那个虎娘们10个白脸狐狸都伤不着他。你以为诸葛孔云跟你一样，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？那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大哥，刚买的糖豆腐还热着呢。我不饿，你给风清煮吧。嗯。不烫吗？不烫，不烫。我这调查卷宗的速度比萧北明当年如何？说正事儿，你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苗杰、霍宗耀，这2人跟钟捕王一样，宁泰36年之前的履历也被撕掉了。看来，确实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查到当年的事情。苗大人3年前在风波湖和你父亲一起遇害，现在只剩下霍将军了。霍将军去年从兵部卸职，如今在家中赋闲养老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钟捕快，我记得3年前你和萧北明成亲之时，霍将军也曾来过。他平时和你父亲关系如何？我见过霍将军几次，就是正常往来。我们2家并无私交，也没有聚会拜访，我根本不认识霍家人。这倒奇怪了。霍将军和钟捕王曾是军中同袍，按理来说应该关系不错才对，不至于像你记忆当中如此生疏。我确定我没记错。前面快到了，去问问便知。有人亡故，该不会是霍将军吧？何人？找谁？安贞营诸葛孔云有要事拜访霍宗耀将军。还未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家老爷昨晚去世了。霍将军死了？没错。怎么又死一个？死因是什么？霍家人说是旧病突发，暴毙而亡。霍将军位高权重，这种时候诸葛孔云也没办法入府询问，只能等丧事办完再去。我们查到沈大人，沈大人就死了；我们查到霍将军
霍将军也死了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你怀疑也是叶煞的人做的？得查一查才知道。我要去趟霍府。大哥不行，你现在是通缉犯啊！是啊，这太危险了。安正英知道你还没死。查案讲究时机，很多关键证据转瞬即逝。如果沈大人死的时候我能在场，那我便能第一时间查清他的死因，那下毒的凶手很有可能就跑不了了。霍将军死于昨夜凌晨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可若真等丧事办完，可能就再也来不及了。师妹，沈大人之事不能再重演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什么破衣服啊，蝙蝠月亮的，怕别人看不见我们是吧？你个憨货！霍将军正在停灵，会有很多人前来瞻仰逝者的遗容。这霍府啊，是需要点长明灯的，要有人彻夜的照看灯火。你看，那些点灯的人穿的都是这个，这叫守夜人的打扮。不是，那这蝙蝠月亮什么意思啊？蝙蝠因铜符，4只蝙蝠围着月亮，像一枚铜钱、铜鹿。逝者寿终，所以要守住符与鹿。为逝者守夜之人，除了家眷后人，往往都是尊贵的客人，所以家丁不会多问。行啊，你这个头不高，懂得不少。我们先去查看霍将军的尸体，千万要注意，万一被发现我来殿后，你们及时脱身。我这一大老爷们在这，嘘，要你断后。好了，一起来就一起走，大家都机灵些，见机行事。尤其是你，童双，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大哥，我机灵着呢。走了，听见没有？别激动，机灵点。你机灵点吧。早就听说霍将军广收弟子养在府中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前厅那几个，一看就是练家子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招惹。霍府太大，书房、卧房，还有霍将军经常出入的地方，都可能有重要线索。现在霍府人都失杂，是最合适混进去的时机。我们分头行动。童双，我们俩去霍将军的院子。师妹，你带风行卓去后院，半个时辰后我们在这里会合。小心。你去那边查。那你呢？我去弟子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分开比较好。你怕了？谁怕了？求你，别杀我！你不是来守夜的，你到底是谁？说。
你在我家做什么？念你是个姑娘，我不想伤你，识趣一点，别喊叫。你也是个姑娘，既是女子，何苦为难女子？看你的样子，我猜你不是来偷窃的。这里是操练场，到处都是兵器盔甲，没有任何的贵重物品。再蠢的贼，也不会来这儿偷东西。你被我发现，既不灭口，也不逃跑，就说明你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。莫非你来我霍府是想要查什么？难不成和霍将军的死有关？你身穿本家校服，你是霍将军的什么人？实不相瞒，小女名为霍代容，是霍宗耀的女儿。你怀疑霍宗耀的死跟夜煞萧北明有关？有证据吗？有推论的依据吗？直觉。办案若靠直觉，那还要律法做什么？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话。父亲，好了，霍宗耀的死如果真的有问题，霍家人会报案的。你就是太执着于萧北明，深陷其中而不自知。可时间紧迫，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是找到夜煞的关键点。倘若京城一发生命案，就怀疑跟夜煞有关，那咱们暗侦营就算有3头6臂也查不过来。你这么急功近利，会被萧北明牵着鼻子走的。你冷静一下，好好想想吧。既是霍将军的女儿，此时不在灵堂守孝，却出现在操练场，不点灯还身带武器。无论怎么看，霍小姐都似乎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。看来你也不是普通女子。没错，家父猝然离世，疑点重重。我来到这儿，也是想查明家父的死因。你不用害怕，只要你保持安静，我绝不会伤你。你是钟雪曼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放眼整个大齐，能穿官靴的女子本来少之又少，有如此武艺的便更少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手中的武器便是传闻中的避案尺吧？你别多想，我平日便对刑杀推理之事颇感兴趣，只是了解的比旁人多一些罢了。沈不赢的故事我可听了不少，看姑娘如今的样子，我应是猜对了。既然我们目标一致，不如一起合作。你都不知道我有何目的，就愿意相信我这个外人？比起信你，这霍府上下，我更无人可信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看看，传闻中的钟雪曼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？我爹若有秘密，必定会藏在卧房。钟捕快若要查，我可以带路。听说没？将军明天就要下葬。明天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停灵不是应该满7天吗？是啊，不过听说是师娘和师兄们商量好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明天，那不对劲啊！大哥，看来你猜的没错，霍宗耀的死一定有问题。师妹呢？她还没回来吗？
你们怎么分开行动啊？我去找他。走。石某可有受伤？我方才正在收拾老爷的遗物，这个人突然闯进来，意图侵犯我。大胆贼人，竟敢夜闯霍府！收拾遗物，那你为何衣冠不整地躺在榻上？你，竟然是女子！大哥，我去帮他。不可莽撞。大哥，那咱也不能不去救钟捕快吧？董少，你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霍府想做什么？神捕营捕快钟雪漫前来查案。聪明。走。啊，走啊！你说你是神捕营的，有何凭证？当然。果然是个冒牌的，来人！住手！神捕营确实有一女捕快，她便是钟捕王之女钟雪漫。这二人跟钟捕王一样，宁泰36年之前的履历也被撕掉了。确实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查到当年的事情。苗大人3年前在风波湖和你父亲一起遇害，现在只剩下霍将军。宁泰36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龙，公子，备马。这么晚了，您要去哪儿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说，有人把老爷的遗体偷走了。看守灵堂的人呢？刚刚都跑这儿了。糟了，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他们还有同伙。给我绑了！等我抓住你的同伙，一并审问。赶紧把老爷的遗体抢回来！给我追！撤！不是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。身为神捕营的身份，加上钟捕王之女，他们霍家人不会对他怎么样。只要霍宗耀的尸体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就能把他换回来。那为何非要用尸体换？因为这具尸体一定有问题。撤！你们几个去备马。是。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追他尽快！现在去哪儿？白水河一庄。他们快追上来了，怎么办？有办法拦住他们吗？站住！稳一点！怎么样？够了吧？有两下子。撤！师兄，他们好像往义庄的方向去了。回去多找些人手，去义庄。是。义庄里肯定有人认识我，那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办法？只能靠这个了。大清早的，谁啊？
谢将军今日前来鼎力相助。郑兄，你我不必客气，上！给我搜！是。快！快点！快走！副营主，你毒药还有没有？有，在我箱子里，你拿火折子点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？毒药用完了，那是驱蚊的，吓唬他们足矣。有毒液！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进去把师傅的遗体夺回来？里面有人会用毒，里面的人听着，把我师傅的遗体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！天火，把里面的人逼出来！是。别动他们，里面有神捕营的人。我管他们什么人，盗走我师傅的遗体，杀了他们又如何？烧他们！是。外面什么动静？他们要放火，怕吗？我是个仵作，验尸未完成之前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停下来的。霍将军的尸体还在里面，你们要连霍将军的尸体一起烧掉吗？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我师傅的遗体。够了，不要跟他们废话。是谁在这里放肆？可算来了。我这义庄刚修好，又烧。知不知道，在我大齐，纵火是重罪。方首座，神捕营的人盗走我师傅的遗体，这个罪又该怎么定？你谁呀？见过方首座，在下乃霍宗耀入室弟子李啸，这位是我的大师兄薛千山。我是霍将军的遗孀，见过方首座。方才是我们霍家人鲁莽了些，我替他们赔个不是。不过，你们的中捕快夜闯霍府，另有2名同伙趁乱偷盗我们将军的遗体。我们刚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被逼无奈。如此差案，神捕营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霍家一个解释？钟捕快，他们说的可是实情。到这儿来跟我说话。我说你下来。谁在里面？赶紧把霍将军的尸体交出来！不可能，这不合理。他的舌头肿胀黑紫，眼底出血，这是勒死的特征。可他脖颈处的皮肤平滑，色泽如常，没有勒痕，没有受过任何外力的痕迹。全身上下没有受伤，没有中毒，颈骨也没有断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怀疑霍将军的死与夜杀一案有关。你胡扯什么？之所以把霍将军的尸体弄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按照大齐律，凡是5品以上的军政要员遇害身亡，无论是否报案，刑部都有权彻查。既然霍将军的死涉及到了夜杀案的线索，那么今日钟捕快的所作所为就是依法办案。那是以前，方首座。如今京城的大案要案都归按侦营管辖，就算要查，也是按侦营来查。你们神捕营算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试试。若我没说错的话，还请神捕营
把我师父的遗体交出来，给钟雪曼定罪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没错。是谁找岸真营啊？既然只有岸真营能来查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愧是钟捕快，这么快就发现了霍将军案的疑点，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啊！诸葛孔运来了，要是让他发现你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是我发现霍将军之死可能有疑，但碍于霍府丧期，于是拜托钟捕快帮我暗中调查霍将军的遗体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是我计划不周，在下给霍府的诸位道歉。岸真营居然会跟神捕营合作？我岸真营做事，用得着你教吗？没错啊，他们岸真营和我们神捕营同属刑部，平日里就精诚团结，现在遇到疑案，就更应该旗鼓相应啊，还不松绑？想必这会儿验尸也进行的差不多了，钟捕快，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吧。我帮你解围，你好歹让我过得去，再这么僵持下去，我们俩都不好交代。钟捕快，请吧。就是他抢了师傅的遗体。验尸可有发现？禀告方首座，尸体并非病死，死因另有疑点。胡扯！我师傅分明是病死的。既然有疑点，那就听我们风仵作说一说。各位意下如何？我乃霍宗耀之女霍代容，就依方首座所言，先听听验尸结果如何。如果家父真的为人所害，还请神捕营与岸真营做主，
查明真相。好，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你刚刚说盗尸的是2个人，没错，就是这2人。首座，莫冲啊，你也陪着钟雪曼在这玩儿？我是听说师妹没事就好。风仵作，跟大家说一下你查验的结果。是，首座。霍将军的脖子上有掐痕。之前明明没有这些，你对我家老爷做了什么？方才我用的是最常见的欢子油，欢子油可以去掉脂粉。先前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霍将军身上有伤痕，是因为有人用了特定的脂粉遮盖住了。有人想要伪装霍将军的真实死因，但这种雕虫小技是骗不了我们仵作的。霍将军的舌底肿胀黑紫，眼底出血，这些现象都表明他是窒息而死。加上霍将军脖子上的掐痕，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究竟是什么人要害他？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霍将军死于谋杀，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究竟是什么人要害他？什么人要害他？霍夫人节哀，既然这确定是一桩凶案，我们暗真营定会彻查到底，还霍家公道。多谢诸葛公子。等等，不要以为我们好哄，查案本就是你们分内之事，但是钟雪曼的罪不能这么算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出尔反尔是不是？这本来就是两码事。哼，怎么刑部二营不会要当众徇私吧？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那就把案子交给我和钟捕快来查，我们查清真相，将功补过。要是这个案子查个3年5年都没有结果，怎么办啊？那就以霍将军的头七为限，若是逾期案子未破，我们自领罪罚，或者明日你们就去刑部报案，给我和钟捕快定罪。不必明日，今日就报案。一个钟捕王之女，一个诸葛首座之子，刑部必重视。报案。事已至此，就按诸葛公子说的办吧。有劳风仵作了。待家父的案件查明，小女自有重谢。哦，不必客气，本是在下分内之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
钟巡曼，怎么你到哪儿事儿到哪儿？你是个瘟神啊，而且怎么和诸葛孔云给搅和到一块儿去了？是我答应跟他们合作的。那神捕营的弟兄们怎么想？这是我个人想法，与神捕营无关。我只想早点缉拿夜煞。脾气啊，又臭又硬。如果今天我不来，这个局你怎么破？是属下鲁莽了，此次多亏方首座。也罢，合作就合作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和暗真营一起查出来的任何线索，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希望你亲手抓到萧北明。明白。莫冲，哎，来了，首座。哎，这霍小姐真不容易，太惨了。哎，我师兄人呢？他这会儿都应该到家了吧？钟捕快做事不讲规矩啊！为了帮你，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多谢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若是再有下次，莫说我不帮你，咱俩联手查案的事儿，也就此作罢。嗯，你这人还真小气。那也得看对谁。对你，我已经够大方。你说什么？老爷是被人害死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神捕营的仵作验过尸了，他确实是被人害死的。姨娘不要着急，您身子本来就不好，为难人不值得。他好歹也是你父亲，如今人走灯灭，蓉儿，你就不要再记恨他了。好吗？女儿做不到，女儿忘不了姨娘这身的伤病是哪儿来的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也累了，赶紧回去歇息吧。啊，那女儿先回了，姨娘也好好休息。好。怎么了，蓉儿？那人没了，姨娘以后也不必点灯熬油的为他制茶了。这茶包留着无用，女儿拿去丢了。也好。青，小姐，等会儿娘喝完粥之后，让她早些歇息。是。师兄，真是太险了，你回来了就好。哎，幸好萧大哥急中生智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这也都亏了你，还有莫冲。有没有办法把他弄醒？啊？能不能？醒几阵就行了呀。没事吧？我怎么一开门我就睡着了？来，先起来。一定是太累了。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？不重要。现在你的钟师妹在外面遇到了危险，只有你能帮她。来，你先把衣服穿上。我有办法，听我的。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就这样，我趁乱从后窗翻走。这次真的太危险了，别人我都不担心，就怕诸葛孔云发现什么。而且他一进那土字坊，就四处查看，还翻了隔壁的尸床，他心里一直对我们有怀疑。
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霍将军之死，疑点重重，霍家人都有问题。没错，霍府的弟子看到验尸的结果之后，表情都很奇怪，更像是在刻意隐瞒什么。如果霍将军真是被掐死的，他的家眷和弟子有很大嫌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霍将军极有可能是被霍府中的人杀死的？这个说不准，只是今夜在霍府确实发现了很多蹊跷。那晚我去了霍府弟子院，是霍宗耀徒弟们居住的地方，内部是仿照军队规格设置的，一应器具也是按照军队要求整齐摆放的。霍将军是行伍出身，将军队的严明制度带回了家里。寝室后面有个操练场，操练场中间有个大擂台，擂台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，那是经年累月血液滴溅形成的痕迹。能看得出来，台上的切磋绝不是点到为止，说明霍宗耀平时教授徒弟习武时，会让他们以命相搏，并且我还在操练场发现了刑具。那就是这些弟子经年累月受到了非人的苛待，最后忍无可忍，进而起了杀心。除了霍将军的弟子，那个霍夫人也有问题。霍夫人的后背伤痕累累，很显然曾经遭受过虐待，而且死了夫君的人应该穿得寡淡一些才对，可她身上的肚兜格外艳丽，对镜理发的样子轻松惬意，仿佛夫君的死是一桩喜事，这显然不对劲。若霍夫人身上的虐伤都来自于霍宗耀，那霍夫人也有杀人动机啊！不止霍夫人，还有一个要放火的薛千山。用火烧，把他们逼出来！薛千山明明知道霍将军的尸体在殓房内，还要放火，说明根本不把尸体当回事，更像是要毁尸灭迹。还有一人，我有点看不透他。你是说霍将军的女儿霍代荣？啊？那小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她不像是个坏人啊。她一眼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绝非等闲女子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你是钟雪曼。她这么厉害啊？那天她又骗我去霍府卧房，让我撞上了霍夫人，害我身份暴露，之后又有意讨好于我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个霍小姐确实不简单，眼下线索还不够，还得再去一趟霍府。啊，得去。师妹，师兄，有心事。看起来霍宗耀的案子确实和夜煞无关。目前看来，确实如此。即便霍将军是他杀，但目前的嫌犯里，霍夫人也好，弟子也罢，哪怕是那个霍代荣，杀人动机都局限在霍府宅院之中，既关联不到海牙，也看不到和夜煞的牵连。所以我才担心。你担心白忙活一场，就算我们破了此案，也与我的清白无异。案情复杂，可你的身体……我理解你的顾虑。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但你首先是神不赢的捕快啊！即便霍将军之死只是个巧合，即便这个案子真的只是家族宅斗所致，也与夜煞没有任何关联，可它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作为神不赢的捕快，我们不该分神私利其他，不能让自己的私心大于公义。我时常想起师父3年前对我的训示，说我的心里对生死没有敬畏，我不以为然。北明，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夜煞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他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一旦被他利用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当捕快了。师妹，你还记得师父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吗？克己丰功。心中的
克己奉公，治国无私。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今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长，一程远，莫回首，莫亏欠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赴万劫？大哥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做了一夜啊？我总感觉哪里被我疏漏了。刚刚在梦里，我好像想起，这一下给我打断了。都怪我，你要不再睡会儿，看看能不能续上。傅运卓，傅运卓，傅运卓，走，不是去一桌。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我想起哪里不对劲了。空着手来的，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带早点，结果就带了一张冷脸。昨天要不是我帮你，现在你就已经在牢里了。说说吧，这案子你想怎么查？昨夜你不也看到尸体了吗？可曾有任何发现？你是说？惭愧啊，惭愧！家师被害，身为弟子却未能在第一时间察觉，如今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。二位，请吧。不必劳烦，我来只想请教李公子几个问题。二位尽管问，李某知无不言。下去吧。霍将军的死，李公子知道真相吧？你说昨天夜里的验尸结果有问题？昨夜我思来想去，发现的掐痕很奇怪。掐痕有什么奇怪的？等会儿见到胡宗耀尸体，你就知道了。霍将军脖颈上的掐痕，虽被脂粉所掩盖，但如今天气炎热，那些脂粉用不了几个时辰便会脱落。若不及时补上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旁人发现。霍将军从死亡到验尸，霍府上下一直看守将军遗体，却无一人发现端倪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而在灵堂之上给尸体补妆，恐怕只有一种可能。那些脂粉是你们自己涂上的。怎么样？你分析的对，是我当时疏忽了。按照大齐律法，对凶案知情不报或包庇凶手，当同罪论。到时候霍府上下可就有大麻烦了呀。李公子，若你现在说出真相，对你对霍府都还为时不晚。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，那李某也就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是否被掐死的事，我们知情。不止知情，就连凶手行凶时，我、薛师兄、霍夫人、霍小姐，我们都在场亲眼目睹。就连凶手的模样，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。霍将军常年练刀，他的虎口与四指指腹上面的老茧比其他部位要厚，这与他脖子上的掐痕恰好吻合。杀死霍将军的正是霍将军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跟薛师兄去找师傅谈事。滚！你们是来找我报仇的是吧？我不怕你们，我不怕你们！来呀，报仇啊！师傅，报仇啊！师傅，报仇！师傅，报仇啊！师傅，来吧，我
止你！那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眼前。自己把自己活活掐死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天晚上不止我一个人在场，我、薛师兄、霍夫人、霍小姐，还有2个丫鬟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去一桩，一验便知。可我想不明白，他是怎么把自己掐死的？人在清醒的时候是很难自己把自己掐死的。在清醒的时候是不可能，可若他是不清醒的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五石散吗？我知道，那是大齐的禁药。五石散本身是用来治疗风寒的，可前朝有一官员发现，服用后会导致身体发热、神明开朗、产生幻觉，有一种飘然之感，在他的带领之下广为流传。但后来有人发现，此药会导致慢性中毒，很多长期服用者都丧了命，所以在本朝被列为了禁药。致幻？你的意思是霍将军是死在幻觉当中？很有可能。霍将军武艺高强，若对自己瞬间爆发内力，就算求生本能，也无法逆转伤害。光看表面，我没有办法验证你的猜测，我需要剖尸。没关系，诸葛孔云应该在霍府询问，我们还来得及。师妹，安贞营奉旨查案。查谁啊？霍宗耀。又是霍宗耀。师妹，凤舞座前面刚来，还没走呢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不知道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夜发现这个尸体或许有些古怪之处，所以就过来再重新检验一下。什么古怪之处？霍将军或许是自己把自己掐死的。等等，干嘛？现在还不能抛尸。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霍将军如果真的是自己掐死自己，霍夫人一定知情，否则他不会掩盖脖子上的掐痕。诸葛孔云如此精明，他们藏不住的，他到时候一定会来这里验尸求证。诸葛孔云，他这种这么厉害？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按我说的做。迷幻药是，但我需要剖尸来验证这一猜测。那就抛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剖尸的过程可能难以入目，要不你们二位回避一下？哼，都是捕快，抛尸有什么的？竟然忍受不了这个？是，诸葛公子肯定是胆识过人，但上次剖尸的时候，钟捕快可是难受了好几天啊。哟，堂堂钟捕快竟然怕这个？我毕竟是个女子，我看不得剖尸有什么奇怪的？哼，你不说你是女子，我都快忘了。既然看不了，那就别看了。少废话！既然李笑没有撒谎，那我便回霍府继续讯问，到时候出来结果告诉我。来吧。
大哥，这样真的安全吗？诸葛孔明被风金卓给拖住了，我还有时间。要不我还是陪你一块儿去吧，这样出了事儿，我们可以一块儿逃出京城。你倒是思虑周全啊！那是，我现在可是胳膊上长白毛，老手了。我可以带你去。那我问你啊，我现在呢用了你的身份查案，那你用谁的？蒋一不行，蒋一有点老，方莹又有点丑。想清楚前先看家啊。那方天正行吧？我觉得方天正还可以。诸葛公子，你还是去外面透透气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不要！诸葛公子如此尽心尽责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要不这样，我的箱子里有一瓶药，你可以缓解一下。这个吗？不是，是那长条的。这个，对，就是那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此丹名为绝味丹，人服下之后的1个时辰之内，可以暂时封闭味觉跟嗅觉，闻不到任何气味。诸葛公子也能舒服些。此丹是我研制的独门丹药，一般人我可舍不得拿出来。最近呢，我研制出了一款新型的丹药，能够滋阴补肾。公子，这不会像上次的五血丹一样吧？上次那是意外，是误会。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，我能对你有半句假话吗？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二位稍等片刻。李笑说霍将军一生荣耀，死得却如此诡异。霍府的人不愿他死了之后遭人议论，丢了体面，于是便用脂粉掩盖痕迹，说是死于病故。如果风金卓能够验证霍将军体内有迷幻药，那这霍府也脱不了干系。到底是谁呢？一个个见吧，谈谈虚实。诸葛孔明要是回来了怎么办？有风金卓在，能拖一会儿。周捕快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神捕营捕快童双，最近时间紧迫，所以我跟诸葛公子分2路查案。见过童捕快。周捕快，验尸结果是否如我所说，家尸死于自尽？诸葛公子还在验，尸体上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见一下霍将军身亡当晚的在场之人。怎么，不方便？啊，没什么，二位跟我来。薛师兄今日不在府中，一早便出去了。劳烦师弟转告薛师兄，神捕营的人来拜访过。请。师母，神捕营周捕快求见。师母，老爷猝然过世，夫人伤心过度，今日身子不适，不便见客。诸位，还请回吧。要不二位改日再来？李公子，能否方便到我们带的住所看一看？请吧。此处乃李某居所，二位随意查看。李公子是何时拜入霍将军麾下的？可随霍将军出征过？惭愧，李某3年前拜入府中，拜师晚，未曾上过战场。比不上薛师兄行武出身，跟着师傅上过战场。李某蒙师傅另眼相看，靠着一身不入流的学识，替师傅打理家业。打理家业，李公子不习武。
在下会一些武功，但比不上其他师兄弟。听说霍将军收徒甚是看重武艺，没想到对李公子另眼相看呀。李公子才能很是卓绝呀。钟捕快谬赞了。哎，不可！怎么了，李公子？此刀锋利，大人不可伤到自己。无妨。此刀精美别致，确实令人爱不释手。只不过李公子，为何要将刀挂在床头啊？头顶悬刀，多不吉利。这刀乃是家人所赠，挂在床头是为了日夜思念家人。原来如此，抱歉，唐突了。李某举所杂乱，让二位见笑了。听闻霍将军对下属平日甚是严苛，甚至有过虐待体罚，可有此事？家师生前乃是行伍出身，习武之人性烈乃是常事，何况身为将军，辞不掌兵。但要说是虐待嘛，言过其实了。那霍将军平日作息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将军生前赋闲多时，作息甚是规律，3餐也与弟子们同食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霍小姐可在府中？能否带我们去见一下？好，我带你们去。有了。你查出什么了？霍将军颅内髓海如潮一般千疮百孔，这是长期服用了某种迷幻药物才有的特征。长期服用？盖上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看出是什么药物，但至少是服用了数月，甚至是半年之久，颅内的髓海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可是服用了这么久，霍将军难道就没有发现毒药吗？要么是他杀，凶手每日给其下毒，但用量很小，霍将军自然察觉不到。最后积少成多，导致霍将军在迷幻中自缢；要么就像前朝武士散那样，霍将军有了药瘾，控制不住每日使用，最后致死。不管是哪种推测，我们都得去霍府查一查。你跟我走。我可不认识什么迷幻药。前面就是东院冯姨娘住处了。李管事，诸葛大人来了。是诸葛公子带人过来了，要查看家师的药房。二位是跟我去见诸葛公子，还是继续询问东院？李公子，你先去招呼诸葛公子吧，我们再看看。那李某失礼了，就先不奉陪了。他们要去药房，看来尸体里确实有迷幻药。诸葛孔明已经到了，若是我们继续查下去，你一会儿该如何脱身？他肯定带了风金镯，能帮我们拖延一点时间。那东院就是霍小姐和冯姨娘的住所，这霍小姐的言行，连我都捉摸不透。来都来了，必须要去看一看。可是，放心吧，不会耽误太久。李大哥已经遣人告知过钟捕快要来，姨娘身子不好，正在里面歇息，特意让小女在此等候。齐英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。是。钟捕快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小女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劳霍小姐了。这位是神不应捕快，童双。童捕快，请喝茶。你为何总盯着他？说来还真是有缘分，童捕快的容貌萧似小女的一位故人知己。那倒是巧了，不知霍小姐的这位故人知己现在何处？
他出门远游，至今未归。我们也已经多时未见了。我听李公子说，霍将军身亡当晚，霍小姐你也在场，而且霍将军身上的伤痕也是霍小姐用脂粉掩盖的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既然你知道将军的死因，那夜为何骗我？既然二位已经查明了家父是自己掐死自己，何苦又来讯问小女呢？因为案情还有疑点。当然有疑点。家父平日安稳无虞，也没有任何烦心事，为何突然要自寻短见？小女虽为亲眼所见，可眼见未必为实，所以对家父之死，小女也心存疑虑。那日小女对钟捕快所言，句句属实，毫无虚假。那验尸之时，为何不直说？二位大人明鉴。小女虽为霍府千金，可于这霍府，实在是人微言轻。当日之举，实为自保。幸得审捕营各位大人英勇无畏，揭开真相，家父之死才有昭明可能。小女在此，谢过二位。